随着小医仙的离开，山谷内的剧毒也快速的消散了，而小紫妍却因刚才吸入了毒气，小脸蛋变得通红，呼吸也很粗重。萧炎略微迟疑，直接就把先前小医仙给的解药塞进了他嘴里，而随着解药入体，紫妍又活泼乱跳了起来。萧炎见状，长长的松了一口气，可想到当初小医仙背着自己在小茅屋吞食那些剧毒的场景时，他的心头就一阵泛酸。萧炎甩了甩头，把思绪抛开后，便开始着手炼制丹药。因为之前他请了一众黑角域的帮手来对付云岚宗，而答应他们的丹药自然也要赶紧兑现。打定主意，萧炎便开辟了一处山洞，然后招呼紫妍与美杜莎在他炼药期间少去山谷外惹是生非。对于萧炎的嘱咐，杨幂满嘴的答应，心里却是想入非非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好动的紫妍终于忍不住了，她开始怂恿美杜莎一起去偷东西。毕竟在这魔兽山脉中，被魔兽守护的好宝贝有很多，只要随便偷一偷就赚翻了。之后，凭着紫妍对天才异宝感应的能力和美杜莎的强横，众多魔兽守护的宝贝都被他们洗劫了一番。顿时，整个魔兽山脉都鸡飞狗跳了起来。就这样，越来越多的天才地宝落入了紫妍手中，然后被他当零食给吃了。当然，这两大魔女的行径自然也引起了众怒，一些有灵智的魔兽便决意汇聚起来，一起追杀他们。次日，紫妍和美杜莎依旧若无其事地来偷宝贝。突然，一股庞大的魔兽群就扑面而来。美杜莎见状，不由得头皮发麻，旋即她立马拉住紫妍，火速开溜。而这一追一逃，让整片的魔兽山脉直接炸开了锅。美杜莎带着紫妍各种绕弯，确定甩开他们后，才飞回了山谷。毕竟萧炎在谷中炼丹药，要是打扰到了他，那他们估计要被骂惨了。而后，两人经过这件事，也终于老实了下来。大概过了5-6天，紫妍身体突然火烫了起来，因为这段时间她吃了太多的天才地宝，体内凝聚的能量已经足够她进阶了。在美杜莎的注视下，紫妍直接化成了一个紫色光茧，之后山谷中的能量便开始被她吸纳而尽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萧炎终于炼丹完毕，只不过有些狼狈，因为他最后准备给自己炼制一枚黄级丹时，由于所剩的材料太过勉强，而自己又强行炼制，所以导致了爆炸。萧炎擦了擦脸上的灰烬，有些惊讶地望着那个光茧。看着萧炎狼狈的样子，美杜莎一怔，然后轻声道：“这光茧是紫妍所化，他已经在晋级了。不过现在看你的气息，应该也快要突破那斗王与斗皇之间的壁障。”萧炎听完，微微点头。与美杜莎简单交流后，萧炎便飞出去送丹药了。不久，萧炎来到之前跟大哥交代过的山顶上，而这里早就有10几个人影在等候。其中一名斗灵级别的老者见到萧炎，便恭敬地说道：“见过盟主。”萧炎扫过这些人，他们胸口都挂着一朵火莲的徽章。这才几个月不见，大哥就把炎盟搞得有模有样了。老者继续躬声道：“盟主，我叫百里胜，是炎盟执事，此次前来是受萧鼎元老所派。”萧炎闻言，把丹药交给了他们，然后嘱咐道：“这些东西由你们护送回去，上面有我的灵魂印记，若中途被劫，我有办法寻回。”老者听出了话中的言外之意，他连忙回道：“盟主放心，如今的加玛帝国可还没有人敢动我们炎盟的东西。”丹药交接完毕，萧炎便返回到山谷冲击斗皇。来到山谷中，萧炎飞到光茧旁边，此刻的他斗气外溢，这是晋级的征兆。萧炎对着美杜莎说道：“这次我打算必死关，紫妍就拜托你了。”美杜莎听闻，微微点头，然后轻声道：“我此次回加玛帝国也没回过蛇人族，等你闭关出来，我或许会回族中一趟。”萧炎一愣，片刻后才试探地问道：“需要我跟你一起去一趟吗？”见萧炎有些犹豫，美杜莎平淡地说道：“不用你，因为我们蛇人族并不欢迎你们人类。”萧炎见状，有些尴尬地烧了烧头，毕竟自己对美杜莎做了那种事，所以一提到去蛇人族就有一种莫名的胆怯。望着萧炎那胆怯的样子，美杜莎眼神复杂的闪动，这个家伙看来真的是怕跟自己去蛇人族。交代完，萧炎便进入山洞中开始闭关了。而随着萧炎闭关的深入，山谷中的浓郁能量在半空处形成了一道庞大的能量漩涡，然后再朝着山洞内涌入。按常理的话，斗王进阶斗皇根本用不着这么多能量，但萧炎不仅有着焚诀，还有3种异火的加持，自然就有所不同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美杜莎收到了族中有大难的信息，便在山谷中布置了空间封锁，然后留下一卷卷轴就离开了。不知不觉，1年的时间过去了，萧炎缓缓睁开了双眼，
此刻的他已经晋级到了斗皇，体内散发的磅礴气息引得山洞都微微颤抖。他喃喃道：“老师，等着我。”